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是麻瓜通灵日记的幕后特辑的第1集，我就邀请到了知名的影评人左撇子。好，我是左撇子。他应该是世界上面第一个看完8集的影评人，全球第一。从一个影评人的角度，会是怎么样来看待他呢？我认识你们稍微跟一般的观众跟影评相对来说是多了很多时间。OK， 那在这一段日子，我也尽量的跟上你们的思维跟认识世界的方式，所以对我来说，算是一种复习。关于多多会讲的事情，关于你们会发生的事情，前面2集我其实蛮早就先看了，然后又经过了这一连串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再来看最后面的几集。就是又变成一种呼应的概念，你很像是在 review 一件事情。当然看到更多，我觉得后面几集对我来说的感触跟一般人会不一样，因为当你决定好我接受了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你一样，当时候的问题出现了。我跟别人讲我接受这件事情，我接受我可以传讯，可以通灵这样。对，或是我接受我身边的朋友可以传讯，然后他跟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跟别人讲，可能还是有一点，是不是很难？我觉得就像出柜一样，这跟出柜是有很大的关系，真的是很像，因为你要颠覆别人的价值观。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很接受，我可以去改。但是像我今天出门前，就可能跟我家人聊了一下，他是关心说要去哪里啊，要录什么？我说我要跟那个通灵日记一起录个影片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他有稍微看了我写的短片，你们家人有看？对啊，我们家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刚好基督教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十诫里面有讲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信别的神。所以对于基督教的概念来说，这种东西就是怪异乱神。所以你要跟他讲，所以这你要打开来的新的维度啊，思绪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大障碍。对，那像是我们特映会当天请来了罗丽塔。也是我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基督徒，所以在他来之前，我就跟他有打个预防针，跟他说这件事情会很抵触我们的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哦。可是他还是开放性的人，他愿意来了解，我觉得都是好事。我的认为就是这件事情跟电影是一样的，我要先了解了，我看过这部电影，我才评断它是好是坏。我今天看完了整个《通灵日记》，我不相信，我也觉得合理。你也了解过之后，你还是这样决定，我觉得很好，就是你的判断。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完是会很有感觉的，会打开很多很多东西。也真的幸好你有这样的纪录片，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真的是他已经大师了，他会给你一种不可被质疑、不可 challenge 的感觉。但是我们在过程中看到的是你所有的疑问，从第1集的疑问到第6集的疑问，到第7集的崩溃耶，然后又跟耶稣的传讯人 Tina Spalding 对交流，就交流到，你会觉得，就是他就是基督徒碰到的事情嘛，会被说是异端，他被说是撒旦的之女儿，对，就是会发生，一定会发生，特别在基督教国家一定是这样子，或许还有生命危险。有国家就是你不能有偶像崇拜，如果他们发现了敦煌的壁画，他们可能会选择把它破坏掉，因为那就是偶像崇拜。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回教跟基督教、天主教跟犹太教，他们是同一个神概念，他们就是不可崇拜偶像啊。这句话没有错，他不希望你养得到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他什么东西的邪神。大部分的宗教的 guideline 是保护你，例如说基督徒说不能够吃血类的东西，我们基督徒理论上鸭血、猪血都不能吃。那我觉得合理，因为你如果了解了当时的时空背景，我就知道说当时的卫生环境不可能这样保存的，冰啊什么的没有，所以他们容易滋生细菌的血当然不能吃。海鲜类其实很多不能吃，螃蟹什么不能吃，那个地方在内陆，光是海鲜要运送过去，绝对是坏的啦。但是这东西已经从那边发展到外部的国家的时候，我们有更开阔的世界观去看待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跟多多想要分享的我们是一样的。对啊，那我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你愿意开放的去看这部影集，你会得到很多，起码我得到很多。我就很了解说，当初为什么你们去拍《看不见的台湾》的时候，每个人几乎都跟打通任督二脉一样。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吗？有啊，真的。那时候的你们跟现在你们感觉是不一样的人嘛？对，体型也有差。对，但是好，如果像是你回来看，你敢看吗？其实我刚开始坦白说，真的，
我觉得很痛苦，就是我们是先拍了很多素材嘛，素材完了以后才做对着镜头讲话的那个访谈，那是最后才拍的。OK， 所以我必须要在那些事件当中看到我去那个庙麒麟我在冰岛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在镜头前面哭我传讯问然后我要一直 review 自己，然后其实很奇怪，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想看。大宝你要看，我们下礼拜要拍访谈，你要讲1、2集的东西。然后看了以后，很有趣的事情是，那个事件假设发生在18年好了，然后拍访谈可能是19年，好，那过了1年，然后他们就说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去年你刚开始写天文的时候的感觉什么，类似这样。我就觉得我那时候都好像要让自己进到一个时空旅行，就是好回到我刚写天文的那一晚，好像像自我催眠一样。我那时候的心情是，好，我准备好了，来，我想起来了，我可以讲，对，是这样子录的。对，其实那个时候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在拍摄我的团队摄影师然后我的副导面包都是自己很信任的人，所以才可以达到那样的状态去讲。因为当时的你跟现在你真的差太多。我说我是气场、感觉跟认知，你疑虑的东西很少了，已经对感觉那些看开很多东西，云淡风轻了。对，但是。一般人没有看到你这个阶段，直接看到你的已经是现在的状况。现在状况，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质疑，就是你哪有怎么可能这么完美？这就是第二个的你的影集的优点。你当时候所有的疑虑，都是如果我们会碰到同样事情，都会一样的疑虑。那是一个很棒的叫投射感的东西。所有电影会好看，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那个角色之中，所以你的代入感很强。他的理念跟你的理念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抽离去看这部电影。那你这部影集的代入感超级好，你的疑问都是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是对啊，你怎么可能？你都不紧张吗？你都不害怕吗？怎么可能？对啊，然后你的当时的科学的背景知识一定会有冲突的，然后你要去跟大家讲，真的有点难以开口。你说你跟你爸妈或是跟家人说要来跟要来录一个跟通灵有关的影片哦，我觉得有障碍。你爸妈可能会觉得，你要出去跟这个非正神的，对我可能又要在搞，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对，他们会担心，会有疑虑，那你不想他们担心，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你了解过是好的，但你要打开这些事情，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接受。有的东西真的是难的，尤其是有的人会觉得说，你好像跟他讲一个新的 idea， 那个 idea 会使得他这么多年来的价值观必须要改变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如果接受你的 idea， 我是不是在否定我这么多年的我？有的人会这样，所以会觉得比较难去翻转他的想法。对，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影集来说，本来就需要一点开放性的思维。但不管怎么样，这部影集的入门门槛很低。你其实没有去正面的挑战说所有宗教都是坏的，我知道没有这种事情，你都涵盖在里面了。对，当然对于还是比较偏台湾的传统信仰居多。一开头确实是，那后面终于有了西方世界的宗教观，有不同的概念进去，会有质疑的人，当然都会有质疑，但是质疑都是好事嘛。透过这些质疑验证，大家会有相信。所有宗教都是一样，所有的相信、信任都是一样，就是你看不到还能信，才叫信任。对，我没有看到你做坏事，可是我相信你不会做坏事，这叫信任。对，那你永远要去说我要看到什么才相信，那就不一定要信任。如果我们又要再继续拍的话，你会想要看到更多哪一个面向的东西呢？类似这样，因为我绝对不会说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品，因为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去拍的，但是我确实很努力的去敞开了，我觉得很好，对，去做这件事情，绝对是最大的优点。我觉得看的人都会知道说这是阶段性。这1到8集就看到这个阶段性的改变，那你相信未来你会看到更多改变。对我们来说，如果是个真的是麻瓜人，什么都拍都是新的，什么真的很棒很有趣，我会看到更多的。当然，如果更多更好的是，他前面真的着重在台湾民俗信仰，当然也好，因为台湾基督徒只有3%，所以97%人不相信，那3%只有3%吗？3%很低。对，台湾比同志还少。对，弱势族群。但是毕竟大家会看好莱坞的电影，会看欧美的东西，会知道基督徒的国家世界观是什么样。所以如果往那边多展一点，去跟国际接轨，因为毕竟耶稣同化的，我们发现到说，有什么灵魂亡灵需要被帮助，它的仪式是民俗性的。我们影片里收录的确实是对，或者是偏萨满。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你们要除魔吧，对不对？是吗？驱魔。天主教比较多场，驱魔驱魔圣水啊，十字架啊。那基督徒遇到基督徒鬼怎么办？不用，基督徒就是这种宗教改革，他讲的东西跟多多讲的是差不多的。我今天以后不需要再靠着神职人员来帮你跟神对话，你直接低头就可以祷告，就可以跟神对话。这些是对的。那基督徒会遇到鬼吗？相对起来少很多，因为你们不认为死后有不生命嘛相信的。时候，在圣经的历史上，曾经是有这个东西的，但是被某一任就是你是说以前的圣经曾经有记载跟阿飘相关的？就是跟轮回是有关。他们现在说是伪经，他觉得这些不符合我们教义，但是人家乱写的。那个定定的我们，就是他就是像好是多多想知道说过嘛，就是这个资讯来源是这样灌进来的。可是有些人拿这个勺子去接的时候，他接到，他就认为你这个超出我的勺子喽，你就是假的。对，但是讲出这种话都是大逆不道，所以大家请见谅。你是大逆不道的基督徒？我觉得会。对，但是我觉得很多基本教义派的他就会不认同，在你的认知下，这样认为就是错的，我也觉得是错的。对，我常常举例来说嘛，就是，但是这也是不好的举例哦。所有基督教派系的、亚伯拉罕派系的，都是说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很多人认知是到处都有神，那就是神的定义是什么东西而已嘛。不被承认这件事情，就真的没有吗？就是政治议题的。我们被某个国家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吗？我们就不是国家吗？我们不能去联合国，我们就不是国家吗？以上言论不代表本频道的立场。对，都是值得讨论。或许我讲的也不是对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唯一的谁是对啦。对，我常常有时候会觉得，你一旦要讲谁是对，那就必须有一方是错。那你一旦觉得你是正义，那就必须有一方是邪恶。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对，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要来帮助人，那是不是就创造很多需要被你帮助的人？对，就其实一旦你决定你站的位置在哪里的时候，你的对立面就必须要出现，才能够不断的去确立跟加深你想做的这个价值观嘛。对，这件事情就麻烦，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很多在二元论。对，所以你是对的就不是错。但是我常常在想说，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不代表着我的也就错，就是错了。对啊，然后就有人觉得你在狡辩。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说，这个社会不是非黑即白，是更多彩的。我就觉得很像一个杯子啊，就是你从那边看，你就说，这个杯子有一个耳朵，我说没有啊，我这边看没有耳朵啊，没有耳朵啊，对。对啊。那谁是对，谁是错？这可能就是你的来自的环境，对啊，知道东西，或者你就是站在那个角度，对我也不能说你错。对，我不能说你错，对。你也不要这么说我错好吗？很卑微的让你说话。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价值观背景去看一部电影，就有好有坏了。对，就你们做影评其实也是这样嘛。对，所以理论上你看电影，你就更应该有多元的思维，更敞开去接受，因为电影就是把一个事件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讲的，导演的视角去讲。对，然后你再去看，用你的视角，它会产生各种的视角，然后就会用乘法去出来，你会发现哇，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多元，所以不该被局限。那这次的影集提供你的一个你可能没看过的方式，那对于你想要看到世界更多的人，我觉得去体验一下。不说它是对错，但是可以体验一下。今天很谢谢左撇子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从一个影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个影集。但是我们这个影集呢，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观点去出发的一个旅程啦。这个旅程其实走了8集，它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但是我们接下来也许就会像你讲的，我们可以去拍更多这一个宇宙观的东西，这个世界观用一个敞开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色彩。这样子，如果我们之后在拍摄什么主题上面，就是可以邀请到左撇再给我们一些意见的话，也很棒。对，顺便预告一下，就是呢，我跟大宝，多多也是用这种概念，我们透过电影去跟大家分享。就是不同看世界、看电影的方式。对，我们之后有一个合作的企划是关于电影的，所以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也不要错过。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